今年8月 ，Nancy Pelosi 访台，国安问题、统独问题又再次掀起讨论。台湾夹在中美两大帝国之间，到底要如何找到出路？要厘清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国家。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《反骨》，就要来谈谈到底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 Jan Scott， 他在这本书里要用最新的考古证据重新讲述国家的起源，颠覆你对文明的看法。常见的文明论述告诉我们，人类祖先在某个时间用农业取代了狩猎采集，是经济生产上的一大进步。为了发展农业，就必须定点耕作，两河流域就开始出现灌溉工程，中国出现大禹治水，这些都需要一个中央权力组织大量劳动人口，所以国家就诞生了。接着就自然的出现了权力不平等、财富不平等的阶级社会。这种故事让人感觉定居生活跟国家组织是农业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，但是最新考古证据发现恰好相反，人类先在12000年前开始出现定居生活，定居后4000年才出现第一个农业技术，然后农业出现的4000年后才出现国家。所以认为国家起源于农业灌溉工程的理论都不对，因为他们早在国家出现前几千年就存在了，国家只是利用灌溉跟农业的技术而已。那么从农业出现到国家诞生，这中间的4000年，人类都在干嘛？考古学家发现，尼罗河下游、中国杭州的河姆渡文化，还有印度河文明，这些早期的人类聚落都是在湿地，有丰富的天然资源。两河流域现在看起来是沙漠，但是在6500年前，河流会定期泛滥，长达半年的时间。波斯湾会直接涨到苏美的乌尔城门口，在城外形成一大片冲积三角洲，引来大量的鱼类、鸟类、迁徙动物。人们只需要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就可以在干季时享有陆生资源，在湿季时享有水生资源，根本不需要发展农业。这时候的人类更像是活在原始共产社会里，所有人都共享自然资源，没有阶级之分。考古学家 Melinda Zeder 就发现，即使农业技术出现后，人类祖先为了应对气候变迁，也会避免完全依赖农业，而是以狩猎采集为主，农业为辅。因为上古时期常常会有小冰河期出现，冰河期结束后又出现暖化升温，如果只种植单一作物，风险太高。有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跟环境共存，会尝试不同的维生策略，像是台湾的原住民在5000年前就已经发展出农业，其中一批人在5000年前迁移到东南亚，发现到处都是森林，他们就放弃了农耕技术，改采回狩猎采集生活。所以我们必须抛弃历史单线进步的想法，人类并没有在某个时间点突然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文明，考古证据正好相反，我们的祖先一直都保持各种不同的求生形态，有时候会放弃定居农业生活，选择跟生态环境共存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人类为何没有立刻转向农业文明，而是为何明明长达4000年的时间，人类都不依赖农业，过着游牧生活，怎么突然在西元前3000年前出现了以农业立国的国家？犹太人提出食物储存假说，因为农作物可以放比较久，收成一次就可以不用工作，所以经济效率更高，你就不用每天出去打猎。但事实上，狩猎采集民族都懂得腌滋技术，就算是大鱼大肉也可以存放很久。经济学家 Esther Boserup 提出另一套人口压力理论，认为因为西元前3000年前两河流域人口增加，猎捕大型猎物已经不够吃，不得不获取更多资源时，人类才被迫转向农业。所以我们以为农业是进步的开始，恰好相反，人类祖先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才选择农业。如果农业是逼不得已才走上的道路，那国家又是怎么出现的？首先，我们要先来定义怎样才算是一个国家。历史上所有早期的国家都至少有3个特征：赋税制度、官僚制度跟城墙。根据这个标准，西元前3200年前的苏美城邦乌鲁克就是最早的国家。那为什么务农人口会在这个时候聚集起来成立国家呢？因为上古时期气候变迁频繁，只要来一场干旱，农耕人口就必须聚集到有灌溉水资源的地区。这时候人力资源高度集中在一块土地上耕作，这就为国家打造了完美的舞台。原本人口四散在各地，
现在人口、谷物都集中在一块了，国家就可以寄生在这块农耕人口上。作者就提出一套国家起源的谷物假说。历史上早期的国家都要求人民生产谷物，而不是其他的农作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谷物最适合一次收割，方便国家统计税收。如果是根茎类作物，都是埋藏在土里，国家无法计算产量有多少。如果是豆类，不同种类的豆子成熟期不同，根本不方便国家查税。相比之下，谷物都是在同一个时段成熟，所以国家只要发明一套农民历，规定播种时间，再评估农田的规模品质，就可以预估收成，知道要收税多少。而且谷物也最方便计算。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国家给劳工的每日薪资是2升大麦。中世纪教会有11税，要求农民把谷物捆成一束一束，这样就可以一眼看出1/10的税是多少谷物。所以谷物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作物。这个谷物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在农业出现后的4000年都没有国家出现，因为当时人类祖先在三角洲湿地的维生资源非常多元，有农业、渔猎、采集、刀耕火种，这些多元生产方式都不利于国家形成，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方便统一征税的度量衡，必须建立在单一的谷物上。所以古埃及、中国古代第一批国家都市都是出现在尼罗河、黄河的上游地区，而不是下游三角洲。统治者发明各种神话，让人们相信农业是神赐给人类的技术，可以让我们养活更多人口，同时污名化那些不种植谷物的人口，把狩猎采集的人说成是野蛮人，因为国家课不到他们的税。例如罗马帝国的疆界就是在谷物线之内，因为不适合耕作谷物的区域，征服了也没价值。罗马人认为蛮族就是一群不懂农耕、只会吃肉喝奶的人，而文明的罗马人只吃谷物，不吃肉喝奶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是士农工商，因为农民的收成可以被国家统计征税，有利于国家统治。但是商人的收入不透明，国家根本不知道他赚多少，所以统治阶级就故意贬低商人，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。但是只有赋税制度还不能形成国家，还必须有官僚制度来执行税收，每年有政府官员来记录人口、土地、农作、牲口，这就形成了文字的起源。在美索不达米亚，书写系统的出现最早就是为了国家施政，记录农民欠了多少税收债务，识字的只有政府官员。一直到文字出现500年后，才开始被用来创作文学神话。中国秦朝统一文字度量衡，也不是为了文艺创作，而是要让统治者一目了然知道自己统治多少人民财富。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，第一件事都是烧毁政府的官方档案，因为这些国家文件就是压迫的源头。考古学家 Lambert Karlowski 就发现，苏美城邦周边的原住民会刻意避开文字书写技术，因为他们不想要被国家收编。我们以为原住民没有文字是因为他们很落后，学不会文字，事实正好相反，他们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国家想要征服他们，所以避开了文字。这也是为什么上古时期国家崩溃后，文字的使用也会跟着消失，因为不再有官员用文字债务来压迫农民。像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使用的线形文字币，在国家解体后就失传了，之后人们都是用口传的方式传承文化，例如荷马史诗就是用口头传唱。罗马帝国崩溃后，拉丁文的人口识字率几乎降为0，因为书写本身起源自国家的统治术，所以当人民不再被国家统治时，书写也就不再有必要性。过往的文明论述告诉我们，农业、畜牧、国家、文字都是让人类脱离蛮荒时代的文明象征。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人类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才选择农耕畜牧，而且谷物跟文字最早都是用来服务国家的工具。不仅如此，新的考古证据发现，城市生活出现后，其实没有带人类走向文明，反而是变得更脆弱。早期许多城邦会因为不明原因就突然被抛弃，人突然都消失了，而且找不到任何考古遗留证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种东西不会留下物质证据，就是流行病。国家出现后，人口被迫集中，而且跟家畜农作物挤在都市一起生活，很多流行病就容易从家畜传到人身上，像是麻疹、天花、禽流感，都是因为人类跟动物群聚，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把都市变成病毒的培养皿。苏美的旧格米西史诗里
就记载了大瘟疫让整个幼发拉底河都是腐尸。但当时人们不知道流行病的原理，以为这是神在惩罚他们，所以就到神庙祈福，献祭动物让神息怒。这可能就是宗教仪式的起源。人们发明宗教来解释流行病灾难，但他们不知道流行病其实是国家造成的，尤其是当国家发动战争时，大批军队人口移动，等于是让病原体传播到各地，所以一般平民会刻意避开有军队跟难民经过的路线。古代国家遇到疫情不像现在可以封城，所以国民都是立刻逃出国，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例如西元前1320年，西台王国的瘟疫传到埃及，产生大饥荒，当时的农民就拒绝继续耕田，逃离耕地。西元前166年，罗马士兵打完仗回国，带回的传染病让罗马城1/4人口死亡。中世纪黑死病后，牛津剑桥大学开始出现瘟疫宿舍，学生出现症状就要送去隔离。16世纪意大利更是发展出专门的疫情隔离机构 Lazaretto。 这些都显示出早期的国家其实非常脆弱，可能因为一场流行病就完全崩解。另一方面，农业文明也没有让人的生活品质更好。考古学家比较农人跟狩猎采集民族的骨骸，发现农人的健康状况其实变差了，因为狩猎采集民族摄取的食物更多样，高达190种植物。两河流域的原住民打猎1周就可以供应1整年的动物蛋白质。相比之下，农人要工作1整年，按照国家发明的农民力劳动，而且定点耕作农作物，反而容易滋生病虫害。古时候又没有农药，许多谷物可能都被昆虫吃光。寄生虫这个字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就是在谷物旁边，所以早期农村的人口大多营养不良，缺乏维生素蛋白质，因而死亡率高达 50%。 总结来看，农业国家让人工时变长，更少营养，更容易死亡。被统治的人民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当国家发动战争，流行病出现，或是农作欠收时，许多人就会逃到乡下来自保，拒绝种植谷物，而改采狩猎采集的生活，这样就能躲避税收。反抗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反骨男孩。带你去豆豆那边，我说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古文明的人口消失，像是埃及古王国、苏美乌尔王朝、玛雅王国崩溃，仿佛是社会停滞，进入黑暗时代。但事实是，人民终于可以获得自由，逃离国家，回去过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不用为统治者干活。反而历史课本上教的各个王朝，才是人类受到最多压迫的时期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时期称作文明呢？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古文明遗迹，很多都是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家发现的。当时正处于欧洲帝国扩张的高峰期，所以欧洲各国就开始编教科书、建博物馆，颂扬古文明的辉煌，像是金字塔、帕德嫩神庙、兵马俑，故意强调帝国的强盛等于文明，其实是在暗示，如果帝国终结，就是文明衰退的征兆，借此来合理化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。但是当代最新的证据已经推翻了这种文明优越论。文明国家的出现，事实上带来的是赋税、疾病、高工时、高死亡。文明国家的崩溃，反而才是人类福祉得到改善、人民逃离国家掌控的机会。既然国家刚出现时非常脆弱，常常因为瘟疫、战争、农作欠收而流失人口，所以国家的治国之道就是必须维持国内的人口。圣经里的箴言里就提到，君主的荣耀在于人口众多，帝王的没落由于国民寡少。那要怎么让人口变多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外面抓回来。苏美人就常常到周边山区抓原住民。在古苏美文里，奴隶这个字就是写成山跟女人，就是指入侵山区后抓走当地的女人。我敢攻击你们的村庄，酷欸。这也是为何古代国家战争频繁，不是为了开疆辟土，而是为了掌握人口。因为就算占领了新土地，没有人耕田，对国家来说也没用。衡量战果的方式就是看奴役了多少战俘，这样就不用剥削自己的人民，可以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。这就是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扩张时的首要原则。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这称作掠夺型资本主义。国家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占领新土地，而是掠夺外国人当奴隶，来累积国家的资本。
像是东南亚早期的所有国家都是奴隶制国家，马来人抓到的男性战俘还会融入当地社会，反过来帮忙抓奴隶。在古希腊雅典，全国2/3人口是奴隶，但是古希腊哲学家从来不曾辩论要废除奴隶制，而是把这视为理所当然。亚里士多德就为奴隶制辩护说，某些民族先天就缺乏理性，奴性很重，自然适合当成动物来奴役。雅典殖民扩张，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，苏格拉底也为国从军，柏拉图本人甚至被贩卖为奴过，他也没有因此反对奴隶制。为什么他们都认为奴隶制理所当然？因为奴隶就是国家财富的来源，奴隶人口越多的国家就是越富有的国家。所以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就赞扬斯巴达的将军没有屠杀投降者，而是谈判把他们带回国，变成有生产力的奴工，让斯巴达的税收增加。在古罗马，一场高卢战争就让国内增加100万新奴隶。罗马的精英阶层就是靠阵容华丽的奴仆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。一直到1800年奴隶贸易最高峰时，全球有3/4的人口生活在奴役状态中。但是奴隶制也不是毫无阻碍，很多国家在抓到原住民战俘后，发现他们不愿意工作。人类学家 Marshall Sahlin 就指出，在国家还没出现以前的原住民社会，人们没有动机去生产更多东西，只要吃饱喝足就好，剩余的时间会拿去休闲玩乐，而不是做更多工作。除非受到强迫，否则原住民不会做超出自身需求的工作量，这就对国家构成了一大问题。像是荷兰人殖民台湾后，发现台湾有大量未开垦的农地，但是台湾原住民过着自由自在的狩猎采集生活，不愿服从荷兰人的资本主义体制，所以荷兰人没办法，只好从中国抓一批农民过来，跟他们说这是招垦移民，但事实上是荷兰殖民政权需要奴工来开发农地，才能扩大谷物生产范围，所以荷兰人抓了3万汉人来扩张勒兰遮城的统治范围。新亚述帝国抓了20万巴比伦人来建城，几乎可以说城邦的起源就是靠军事殖民，没有强迫迁徙人口来当奴工，就不可能发展出城市文明。所有国家创立初期都要打造一套强迫劳动制，一方面要压榨出最大的经济价值，另一方面又不能压榨太多，否则人们会想逃出国。历史上很多被遗弃的城邦可能都是奴隶跑光了。我们看到的古文明恰好是那些逃不出去的地区，像是两河流域、印度河谷、古埃及，都是被山海沙漠包围的地区，所以人们很难逃走。这被人类学家 Robert Caniro 称作限制理论，只有逃不出去的地理环境才会出现国家。所以北美洲跟亚马逊雨林没有出现过国家，因为那里有宽广的丛林，奴隶很容易逃跑。就算没有地理限制，国家其实也可以自己打造城墙法律。西元2000年前，苏美国王苏尔吉就在两河流域之间建一座墙，号称是要阻止塞外民族阿摩利特人的入侵，但事实上是要锁住南部的纳税人，让他们逃不出去。巴比伦的法典就有详细规定如何惩罚逃跑的奴隶，甚至有赏金猎人专门活捉逃跑奴隶。历史学家 Owen Lattimore 也指出，中国打造万里长城，号称是要为老百姓抵御蛮族，但事实上也是为了把中国人困在墙内，让他们无法逃离中国。这也是为什么清朝占领台湾后要立刻颁布渡台禁令，因为当时台湾是反清复明的海盗巢穴，中国怕人民逃离国家，叛变加入海盗的行列，或是在当今的台湾，很多逃跑的外籍劳工，国家也是用法律来惩罚他们。所以数千年来，所有国家都想办法要圈禁人民，因为只有让人民逃不出去，才能维持国家的劳动人口。反过来说，数千年来统治阶级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大规模的逃离国家。统治者要避免人民逃跑，所以盖城墙、立法惩罚。但其实还有一招更高干的，就是把外国人污名化成野蛮人，让人民害怕城墙外的世界，仿佛离开国家就会回到蛮荒状态，这样人们就会自己留在国内，不需要国家强迫。例如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的匈奴人、蒙古人、哥德人，这些其实都是国家虚构的部族概念，他们其实不是一群统一的民族，而是为了对抗国家暂时组织起来的联盟。但是国家为了方便统治污名化，就发明出部族的概念。例如最早的旧格米西史诗里，英雄战士 Enkidu
原本只是一个牧民，但是在1000年后的版本里，却变成了半兽人，必须学习都市人的生活，才能变得像有文化的人。在中国古代，则有华夷之辨。周朝《礼记》里就记载了，吃谷物的才是文明人，蛮夷戎狄不吃谷物，不知用火。明朝开始，中国发明生番熟番的概念来治理蛮族，无法征税，主权到不了的就是生番，能被国家治理，有缴税义务的就是熟番。所以台湾的原住民不愿意被清朝统治，不愿缴税，就被污名化成一群番人。直到日本人类学家来台研究后，才发现番人根本是10几个不同的族群，只是国家的统治技术把他们虚构成统一的部族。但是国家为什么要费尽苦心搞这些伎俩？因为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，其实野蛮人的生活更自由，狩猎采集民族的营养状况更好，人均寿命也比农业国家人民更长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休闲娱乐。他们不用工作，因为他们只需要收割国家的农作。北非的 Berber 人就说，掠夺就是我们的农活，国家抓奴隶来农耕，游牧民族则是趁丰收时节掠夺国家的收成。所以历史上各个帝国都常受到塞外民族的入侵，美索不达米亚被亚摩利人入侵，罗马帝国被塞尔特人入侵。这些蛮族的存在其实有助于抑制国家权力，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，因为周围有太多强大的游牧民族，阻碍国家权力的集中化。而且国家要反击游牧民族非常困难，因为他们没有定居城市，不累积私有财产，随时可以闪人。例如匈奴常常闪击中国，东汉朝廷想报复时，匈奴早就撤退了。但是蛮族如果一直掠夺国家资源，人民逃离城市后，蛮族就没有东西可以掠夺啦。所以蛮族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告诉都市人不要逃走，我们可以保护你们不受其他蛮族的侵略，只要你们定期提供给我们一点好处。这就是保护费的起源。波斯国王每年都向住在扎格罗斯山的西西尔人纳贡。罗马帝国共和时期必须用黄金来笼络塞尔特人。汉朝政府每年2/3的预算都是给游牧民族的保护费。唐朝政府每年要给回纥人50万匹丝绸，但是历史课本上却说这是跟少数民族交流做贸易，或是边疆民族来朝贡，讲得好像他们是附庸，但事实上是交保护费给他们，不然中国一下就亡国了。像是中国的元朝、清朝或是鄂图曼帝国，都是国家被游牧民族夺权的例子。国家尤其担心的是，人们发现游牧民族的生活其实比国内的生活更自由。像是在罗马帝国晚期，税务过重，老百姓受不了，但是又无法反抗政府，所以就转向攻击罗马帝国的游牧民族匈人首领阿提拉。或是在中国明清时期发生大饥荒时，会有走西口，中国北方的难民从沙湖口逃出塞外，改过游牧民族的生活。沙湖口的意思原本是沙湖人，就是杀国外的蒙古人，但是中国人民受不了政府的暴政，反而逃到了蒙古人的世界。这种逃离国家，决定选择过原始生活的策略，被人类学家 Pierre Clestre 称作后天原始化。我们当今看到的许多原住民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原始，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为了不被国家收编而逃到国家外围。狩猎采集其实是一种政治选择，而不是落后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原住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虽然国家早在5000年前就诞生在世界上，但是古文明的国家人口根本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国家外围，过着自由的狩猎采集生活。一直到17世纪，地球上1/3人口都是生活在国家外，所以20万年的人类历史里，国家霸权只出现了400年，只占据人类历史的 0.2% 时间。如果国家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常数，而是一个变数，那么当今统治世界的中美两大帝国也不会是历史的常数。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脸书贴文，就有机会抽反骨一本。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，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。